没想到这个别院还有这么一条暗道，真精巧。哎，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。那咱们这次就玩它个够。好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杨子，我这招偷天换日如何？还行吧，只是不知道可以瞒多久。是，所以咱们也只能将计就计，速速寻找证人夏言老太，然后赶紧回来才行。哎，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，在你们欺负都要待烦了。这次出来得好好玩一玩。哎，你知道江州有什么好玩的吗？你想玩的应有尽有。那赶紧走吧。走啊，跟我比一比。行。去。夜色太寂寥，忆起两人之俊俏，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。清风落嘴角，吹来愁绪红尘飘，一地思念纷飞后人扫。我要在青叶出逃，借月光皎皎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举上夜色千万飘，和着思念熬出缕缕情丝之间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伴月光皎皎，想念你我喜欢这个。好一地动山摇，喝一口美酒良宵，喝着相思药，梦里和你一起灯破晓。娘子别打！哎，让你吓我！娘子，哎，去那边，去那边。各位朋友，江湖九流聚兄弟，出门在外靠朋友，顺风耳、千里眼、欲寻宝驹、找马眼。这谁呀？原来是道上的朋友，有什么需要您说，但凡是我们知道的，必定告知。诸位兄弟，你们可否认识一位瞎眼老太，年约50岁左右？他的儿子也曾做过乞丐，还曾跟随贵人逍遥过一段时间，却在1年前离奇的死了。朋友，这单生意我做不了。酬劳可谈。你们不是江州人是吧？的确不是江州人士，但俗话说，在外靠朋友，请各位兄弟卖点面子，给些消息。朋友，我们只是来打听一点消息，并无敌意。方才这位兄弟说做不了，这做不了3字，况谓含糊。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此事关乎诸位的身家性命。2位贵人睿智，我等不便趟这趟浑水，还请2位朋友莫要再逗留，离开此地。兄弟，你不便说，我们也就不问了。这些钱财，你拿着，给诸位兄弟分一分，买些吃食。
此事我们说不得，不过二位可以试试去逍遥楼找二包神，他法眼通天，只要银钱给的够，什么消息都可以在他那儿买到。多谢。官爷，刚才有对年轻夫妇打探那个老太的消息。什么人？听口音不像江州人士，那男的一副白面小生的模样，那女的倒是有几分姿色。哦，对，还有点江湖气。这样，你带兄弟们，一面继续暗中打探那个老太的消息，另一面给我死死地盯紧了这2个可疑的人，一旦有任何消息，立马来报我。是。客官，请。二位客官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吩咐我。哎呦，王公子，好久没来了呀！多赢点，多赢点。那儿呢？这逍遥楼原本就是做这类生意的，鱼龙混杂的赌场，消息自然灵通了。走吧。等等，去这种地方打探消息，自然要有些门道。门道？其3公子锦衣华服，腰带玉佩，头戴玉冠，富贵非常。可就是这脸嘛，我脸怎么了？这脸白白净净，斯斯文文，就是这眼睛太精明了一些，一看就会骗人。我如此温和敦厚，又怎会骗人？你可不要冤枉我。可是我这法子就得要会骗人。这是我糊涂了，明明刚刚入住客房的是一对恩爱小夫妻啊！哎，你可要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你就是鲜少出门的阔少，人傻钱多的富家子，反正不能把你的精明劲儿给露出来了。哎，小生初次进城，虽然家财万贯，但也只知之乎者也。今日偷跑出来，想找个乐子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那你也要记好了，你现在就是地痞无赖小流氓，可千万要小心谨慎。如遇凶险，我一摸鼻子，你便要小心收敛。记住了，走吧。站住！站住！追他！站住！别跑，乞丐！别跑！站住啊！起来！跑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给我打！看什么看啊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说，今天给那对找老妇的人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呀，大哥。小混蛋，你想
找死是吧？大哥，饶命！赶紧说，要不今天要你小命！我说，我告诉他们去逍遥楼打探消息。以后给大爷管好自己的嘴，走。这位公子，看您贵气逼人，紫气东来，今日定能财源滚滚啊！公子，里边请，玩两手，瞧瞧。瞧瞧，公子请。请。兄弟，买大买小啊？大。哼，122，你输了。大哥厉害，小生佩服。再来一局吧。好。我还压大。哈哈。再来。哈哈哈！输了，你今天运气不好。怎么还要来？你这次输了，身上这件衣服可就保不住了。来，大。小兄弟，你的骰子我来帮你开。哼，爷爷，我今天手气好得很，不需要。大，是小生赢了，是小生赢了，小生赢了！这是作弊，不算。哎，这可是我们逍遥楼的东家，大度有容、笑口常开的耳报神，怎么不算？哼，原来是大东家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失敬失敬。小兄弟，这么好的手气，得再玩两把。我搓个东。那我就再陪您玩两把。请。我也要来，乘胜追击方能破敌。再来一局，我全下。好。你呢？我压大。3个1，豹子，庄家通吃，胜！好嘞！嘿，小兄弟，赌局的规矩，愿赌服输，你这是要砸我场子呀？啊！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当然不敢砸您的场子了。对，我是觉得这赢了就走的话，多少有点不太道理。嘿，说的对，但你还有钱吗？哎，那是家中长辈所赐。这么个破石头，你真的拿我耳报神当叫花子？少了，这儿还有，而且这家伙看起来像是富贵人家的子弟。若是他输了，便让他打白条，让他家人还。
啊，大哥，这万万不可呀，这个不行啊！没事的，这一把全赢回来。行，好，有胆识。我尔报神开门做生意，来者不拒。既然是豪赌，二位雅间请。慢着，你我二人皆是赌场老手，我看这一局谁掷骰子都不合适，要不挑个新手如何？说的有道理。这逍遥楼是我的地盘，咱不能让外人说我欺客呀。是啊，这骰子由谁来摇？你选。我不行的，小生只会执笔写字，不会这些东西，我不懂。哎，不会就对了。你来摇。兄弟，看你了。我试试。失敬。无法。好了，我先选小。那我就选大。大。慢着，二报神，我跟这位兄台可是赌上了全部身家，不知道您赌什么？来，是东家。二报神，我们兄弟二人可是赌上了全部身家，您就这么些银子，怕是有些小气了吧？依我看，若是您输了，就把这半个逍遥楼输给我们俩。大胆！好大的口气啊！哎，好，我依你。但我也提个条件，这把如果你们俩输了，打明儿起，在这逍遥楼给我当牛做马，你们俩的资产都归我。啊，那岂不是把我祖产都全押上了？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完了，哎，好，开。开。我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不可能，我明明吩咐他。吩咐人把这骰子动了手脚。胡说！这骰子难道是刚才掉在地上的时候？失敬。是你换了。您的骰子在这儿。您的骰子摇大摇小，还不是您说了算？我们二人怎么会这么傻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？二报神，你这半个逍遥楼以后就归我们管了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
我们也无心为难耳报神您，只是听耳报神耳听八方，任何消息都逃不过你的眼睛，所以特地来此跟您询个消息。问，我们在找一位瞎眼老太，想必以您的神通，已经知道她是谁，在哪儿了吧？早就听丐帮的兄弟说，有2个人在外边瞎打听，就是你们俩。耳报神果然神通广大，我们2人也知道，此事背后牵连颇多，才斗胆拿着半个逍遥楼来跟您换消息。若是您肯帮忙，刚才这赌局便不作数了，这逍遥楼也还是您的逍遥楼。我耳报神敢输，你们2个外地来的小子，敢拿吗？您大可以杀了我们2人了事。不过，刚才楼下的赌徒也都看见我们上了楼，如若没有安然出去，我安排的人会去报官。我知道以您的手段平复得了官府，不过因为这样一个小事摊上一宗麻烦，这不值当。况且，我们也都是打开门做生意，这一点钱财，小小心意。罢了，我耳报神本来就是卖消息的，愿赌服输。你们要找的人，在白雀庵。多谢前辈，晚辈属实迫不得已，还望前辈海涵。不必了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你2人速速离去吧，晚了恐怕要节外生枝。多谢。官爷，他们已经查出瞎眼老太在白雀庵中，务必办好，否则我拿你试问。是。干什么？往哪儿钻呢？小喜姑娘说了，三少爷、三少奶奶不让进去打扰。哎，兄弟，你看这三少爷、三少奶奶从昨天起到现在一直在内院没出来，哪有这样养身体的呀？依我看呐，三少爷就该多出来走动走动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是不是？一个马夫还管起少爷来？哎，不敢不敢。哎呀，莫不是三少爷憋在房中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你看这三少爷、三少奶奶从昨天起到现在一直在内院没出来，哪有这样养身体的呀？莫不是三少爷憋在房中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哎，不能进！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还不快把他拦出去！不是，我是担心三少爷，你看他1天没出来了。三少爷服了药睡下了，任何人都不许打扰，快出去！哎，好。以后谁要是再敢胡乱进内院，我就去告诉三少爷。到时候回了齐府，老太君要是怪罪下来的话，我看你们谁担得起！小七姐姐，我们不敢。快出去！昨日三少爷1天没出来，你们怎么都不着急呀？小姐、少爷，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小心我撑不了多久了。
少爷，少爷，喊什么？唯恐整个齐府都听不到你喊是吧？少爷，这是老关的消息。哎，少爷，就我那马车夫也来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快说。就那马车夫说吧，就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别院中，然后终日在内院里面，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也不露个脸，就他那小丫头在门口守着，也不让见人，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啊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他们此刻根本就不在别院当中。不在别院，那在哪儿呢？去，把消息给老关传过去。是。大叔，您知道白雀庵往哪走吗？白雀庵，不知道。多谢。哎。请问，您知道白雀庵怎么走吗？白雀庵呀，你们顺着这条山路啊一直走，再向东行，半山腰上就是了。多谢。不用谢。走。走。打扰二位，不知你们二位是否见过一位年龄50岁左右的瞎了眼的乞丐老太？大娘，麻烦问一下，有没有看见过一位50多岁瞎了眼睛的老太太？没见过。没有看见。 50岁左右的瞎了眼的乞丐老太太。有没有见过50多岁瞎了眼睛的老太太？没见过。没见过。有没有见过50多岁的瞎眼老太？多谢。没见过。多谢。 难道是这耳报神给的消息有误吗？应该不会。江湖中人各有各的活路，耳报神在江州这一块就是吃卖消息这口饭的，他不会砸自己的招牌。哎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我都当了1天小偷了，我要当大侠。木剑给我。小偷，你可要小心了！现在我换了身份，当大侠了。嘿。对呀。 换身份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想到什么了？这瞎眼老太被追杀了那么多年，为保性命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换了一个身份，不再是乞丐。不再是乞丐。可是这庵里除了乞丐，那只剩……我明白了。哎，小师太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庵中有没有一位瞎了眼的师傅？ 你说的是陆玄师太吧？他此刻正在斋堂用斋饭呢。多谢。走。
你啊，多吃点这野菜啊。如何？打听到了，师傅法号陆玄，去年刚到暗中来剃度，在此之前无依无靠，四处流浪。那就8九不离十了，就是他。走。打扰二位师太，我们夫妻2人初来乍到，想讨一口斋饭，不知可否应允？啊，2位施主，快快请坐。多谢，多谢。多谢。近来庵中救济的贫困灾民越来越多，开支越来越大。为了节俭，斋饭中多选用野菜作为辅食。幸好有我们的陆玄师太颇懂烹饪之法，每日换着花样的做斋饭，倒也颇为有趣。2位贵客，尝个鲜吧。好。没想到这区区野菜，竟然也能做出如此美味。全林州的厨子都做不出这样的美味。来，再点菜啊，再吃点这个。来，给。2位师太感情很好啊。啊，住持师太慈悲为怀，他可是陆玄师太的救命恩人呢。哎，你且出去看看，看看香客们的斋饭可做好了吗？是。刚才那位小师傅说救命恩人，不知是陆玄师太早年间遭受过什么劫难吗？都是些陈年往事，不提也罢。这说来也巧，我们夫妻2人的一位朋友是江州人，去年家中遭遇横祸，不得不离开了家乡。在离开江州之前呢，他曾经接济过一位瞎眼的乞丐老太。得知我们夫妻2人要来江州之后，便嘱托我们要来探望探望他，想知道故人是否安好。我的这位朋友名唤寂静堂。善哉善哉，天下受苦的人太多了，愿佛祖保佑庇护。看着2位不像本地人吧？晚辈姓齐，林州人，家中排行第3。姓齐。师太，我们知道，您就是当年瞎了眼睛的老太太。我夫君是齐家3公子，这一次特地来江州，就是来寻您的。残害您儿子的人，在江州横行霸道，在齐家也作恶多端。我们想告发他，惩举他，却苦于没有证据。您跟我们回到林州去当人证吧，去把他的恶行说出来，我们一起收拾他。2位施主，认错人了。老尼久居庵中，对2位所说之事，全然不知。师太，就这么算了吗？
那倒不会。这陆玄师太决然回去，定是因为不相信我们。毕竟我这齐三公子，可是跟害死他儿子的柯世昭是一家的呢。那可怎么办啊？先取得陆玄师太的信任吧，再想办法把他带回林州。我们就不依不饶，缠到他答应。那叫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找师太去。哎，这位小师傅，阿弥陀佛。你可见到陆玄师太了？去后山了。多谢。师太，我们是齐家夫妇。二位施主，请回吧。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位。师太，我知道您还是不肯信任我们，我们也深深为您和您儿子的事感到痛心。但寂静堂告诉我们，您儿子走后，柯世昭便搬到了季家药铺。阿弥陀佛，作孽呀！老尼每日会为你所说的那位苦主诵经超度，愿他来世多生个好人家。官爷，我一直跟随着那对小夫妇，然后他们到耳报神那儿打探到那瞎眼老太的消息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老尼姑就是当年的瞎眼老太。耳报神的消息不可能有错的。柯少爷寻了他很久，没想到这个老太婆竟然躲在这儿。咱们还真是得感谢他们俩，帮了咱们大忙。按照柯少爷的吩咐，杀了灭口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送你去跟你儿子团聚的。姑奶奶先把你送下去。给我上！师太，您没事吧？官爷，你没事吧？让兄弟们把下山的路给我围了，继续给我追啊！没人跟来。
给我看看。鸟语花开穿空气，为一缕香追忆。一色流叶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清尽出身风雨息，雁归落汤溪。痛吗？不疼。这么大道口子还说不疼？没事，这一点小伤真不疼的。齐天磊，被人欺负说不疼，被人打也说不疼，这么大的口子你说不疼？你在我面前不要装啊！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你。要不是我家娘子武艺高强，我早就被劈成几十瓣了。别哭了，就知道逗我，就知道笑嘻嘻。公子是为了救老尼才受伤的，老尼感谢二位的救命之恩。师太不必。师太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师太，虽然你躲入白雀庵中削发为尼，但也阻止不了那群人的杀心。你的行踪现在已经暴露，他们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对啊，师太，这样躲下去不是办法。要不，您就跟我们回林州去吧，去揭发柯世昭的恶行，替您儿子报仇。好，若不是二位救了老尼的命，老尼也无法知晓二位的为人和真心。你们是好人，我就不再遮遮掩掩了。柯世昭那个恶贼，为了夺得几家药铺，把我儿诓骗去，下毒害死。现如今，他还想要了我这瞎眼老尼的命。师太，不瞒您说，我的2位亲生哥哥也可能是被柯世昭给害死的。我这么多年来就是为了寻找证据，为我的至亲至爱之人报仇。杀你儿子的恶人，那也是我的仇人。是啊，师太，我们一起为枉死之人报仇雪恨。我这老尼留着一条命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为我儿沉冤昭雪。要不然，我这条命就随他去了。只是苦于深渊无门呐。我们可以帮您，但我需要您去做个人证，把您这些年所见所闻，把您儿子被害死的经历，通通告诉老太君，让老太君知道柯世昭的险恶为人，老太君便会为您做主，为您的儿子报仇雪恨。好，只要能为我儿讨回公道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那如今的当务之急，就是咱们速速回到林州去。可我刚才查看了一下，下山的路都被他们封死了，你又受了伤，硬闯肯定不行。咱们得想个办法才行。师太，那一车臭臭的东西，装的是什么呀？哦，小师傅们将夜香存放到此处，等夜香车满了，夜香郎就会把它送到白雀庵的菜园子里。有法子了，天磊，这夜香郎就由你来当了。师太，一会儿我们要演一出好戏，不知道您的眼睛是否方便？老太婆虽然眼瞎，但是听觉和触觉都还灵光，我这平时行动没什么障碍。那便好，眼下就差一身法袍了。这好办，顺着这草棚往东走半里，有一口古井，我们常在那里洗法袍，小师傅们都把衣服晾在那儿。那我去接一身。哎，我同你一起去。你都受伤了，乖乖待在这儿，我马上回来。我打不过还跑不过吗？
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守了一晚上了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你还睡？其他陆兄弟会不会已经把他逮住了？能吗？哎呦，这么臭啊！你放屁了？放你娘的狗屁！哎，站住！干嘛呢？阿弥陀佛，二位施主，我们是把叶香送到园子里浇菜的。臭死了，呛得我眼睛都疼！快走！等等，你们到叶香？确实是到叶香的。这太臭了！你这小徒弟怎么这么干上？干上！快走！滚！走！哎呀，你快点儿！太小偷了，这个大清早的，贵气，恶心死了，什么玩意儿？官爷，这暗中上上下下都找遍了，那3个人不见了。不见了？难道他们插着翅膀飞走了吗？这样，你赶紧下山。那个男的受伤了，走不远。我断定他还在城内，挖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好，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去找。等等，你现在先给柯少爷去送信，告诉他，那个瞎眼的老太已经跑了。如果咱们追不上的话，让他提前在林州城内做好安排。一旦他们进入林州地界，我们便可守株待兔，方能拿下。是，走。官爷，兄弟们把城里都翻了个遍，还是没个人影。没用的东西，让人家扮成稻叶香的仗了眼出了城，现在却连3个大活人都找不见。难道他们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？怕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江州城。你赶紧带上所有兄弟，去往各个城门，往林州方向，给我追！是。走，走。军爷，军爷辛苦了。军爷，您还有没有印象？我先告辞了。其他地方走了。走。好嘞，辛苦了。既然咱们的行踪已经暴露，他们定然会在城门口设下埋伏，继续追杀师太的。2位小施主，你们莫管老尼了，快走吧。师太，您别这么想，我们夫妻2人定然护您周全。你们几个看那边，你陪我问去啊！来，干啥呢？你过来。没想到他们动作那么快，这可怎么办？瘦瘦的，没见过。小野香出去的，行吗？真的没有。有了。你又有办法了？等着瞧吧。让开，快问，给我问，有没有看到尼姑啊？没有。哎，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一对非本地的年轻夫妇？瞧着像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和公子的模样，但是穿着尼姑和夜香郎的衣裳，还带着一个瞎眼老尼。没有，没见过。没见过。没有。对，发现了，这边有一个，快追！快追啊！
算起来，他们也该差不多抓住我们的替身了。估计啊，嘴都给气歪了。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们绕道走了，就算他们折返回来追，千里马也追不上。等回了林州，咱们还得先将师太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起来，再回别院。要把这出大戏神不知鬼不觉地唱完才好。嗯。你们回来了，那是当然。此行虽然凶险万分，但也一切安好。什么安好啊？你的手……这点伤算不得什么，休养几日便会好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把要找的人给带回来了。敬堂兄弟，你的仇很快就会得报。不过此事事关重大，切不可让柯世昭提前知晓，否则他定会痛下杀招。这段时间你要小心谨慎，切不可大意。好，还有一件事。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要上车了。少爷，江州来的信。废物！还得本少爷亲自出马。王胡子，少爷您吩咐，去查一查，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去江州这一路上做了些什么事，遇到些什么人，有什么异常。他们能够一路顺利到达江州，必定是有人接应，务必查到此人是谁。啊，是。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以为带着瞎眼老太离开江州，我就奈何不了了吗？那本少爷我就布好天罗地网，等着你们。去。是。客官，这就是天子1号简了。哎，多谢小哥。谁啊？啊，师太，是齐公子让我来接您的。师太，齐公子已经安排好了，马车就在楼下，带我们从这郊区回到林州城。您先暂住我家的药馆，那里很安全。好，我们快走吧。来。奶奶，哎呀，你们两个终于肯回来了，来让我看看。脸色好了许多，身体也强壮了不少，好啊！奶奶，那山林别院山清水秀，空气沁人心脾。这回孙儿病已经好了大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让我看看冰雁。瘦了不少，哎呦，我都心疼你了。正好奶奶呀炖了血燕，给你们补补身子。来人呐，把血燕端上来！快坐，别站着，坐，快坐。奶奶，哎，坐，都坐下。我说天磊啊，
你这气色看起来的确好了很多呀。外祖母，您瞧瞧，天磊似乎黑了一点啊。你这么一说呀，还真是有点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定是三少奶奶性格活泼，待不了这方寸的庭院，于是带着天磊到有趣的地方玩去了。弟妹啊，你不妨说说，带天磊去什么地方玩了，让我们大家伙也都乐呵乐呵。这好玩的地方呀，在哪儿？那是一个都没去。日日待在房中？也不是。奶奶，我和天磊为您抄了佛经呢。小喜。真是两个有孝心的好孩子，感谢佛祖保佑我的孙子病情好转。奶奶，其实这誊抄佛经为您祈福之事，也是受了高人指点。哦，什么高人？这位高人是一个心怀慈悲、德高望重的师太。这位师太是师父早年间游历江湖，机缘巧合碰见的。谈吐间，师父了解到这位师太佛法高深。之后，师父为我治病时，便将这位师太所讲解的佛经誊抄给我，让我潜心参悟。没成想，我的病竟好了大半。善缘，这就是善缘。这位师太云游四方，讲经论佛，可遇不可求啊。但师父写信跟我说，这位师太近日要来咱们林州云游。我心一想，奶奶一心向佛，若是能将这位师太请到咱们祈福，为大家讲讲佛经，对咱们祈福而言，简直就是好事一桩。所以便拜托师父，请这位师太来咱们府上。奶奶意下如何？当然好啊！奶奶我这大半辈子行善积德，为的就是求佛祖保佑我们齐家，保佑你们。要是能和这位师太结缘，那就是我们的福报啊！奶奶说的是。天磊啊，你不妨告诉表哥，这位师太现在身在何处？表哥马上派人去把她请过来。表哥，这位师太乃是得道高人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也弄不清楚她的行踪啊。师父反正下了拜帖，人家要来，自己便会来，就不劳表哥费心了。好，甚好。讲讲吧，三公子跟三少奶奶这一路可有任何异常啊？异常？他们就老在别院里面，他待着不出来。我怀疑他俩压根就没有在别院里。这我们柯少爷都知道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就是这个去别院的路上嘛。这个三少奶奶的丫头说是要给三少爷呢置办点补药，他又担心这别院的四周没有药铺，然后他就在途中进了一家药铺，但是全程我都盯着呢，他装完药立马就上车了，没什么异常。药铺啊，走吧。药，庆润堂，就这家铺子，当天小喜姑娘亲自去买的药。这白天关门，不做生意了？你去敲门，就说你买药。啊？不，这不合适。什么呀？耽误了大事，弄死你！哎，给脸不要脸！掌柜的，开门呐！掌柜的，我来买药啊！掌柜的，小店今日有事，不做生意，您去别家买吧。哎呦喂，那就来不及了呀，掌柜的。那我家老母亲现在她等着要救命呢。掌柜的，你就行好吧。
您救救我母亲的性命吧！掌柜的，哎呦喂，你赶紧给……大哥，您别着急，您需要什么药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早上起来就四肢抽搐，还神志不清，这吃什么药啊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！原来如此，光注意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了，竟然把江州的那个小子给忘了。早在江州之时，这小子就已经和瞎眼老太认识了。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定是听了这小子的话，才突然去了江州。哦，是的。哼，想害我柯世昭，没这么简单。王胡子，此时瞎眼老太必定就在药铺当中。无论你用什么办法，务必要在瞎眼老太出现之时，让这瞎眼老太沾上毒粉。此药能够渗透肌肤，即便没有服下，只要沾上一点儿，那也可深入骨髓。是少爷，小的一定办到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本少爷就来个瓮中捉鳖，等着你们亲自把这瞎眼老太送到我的囊中来。还不快去！哎，是。师太，今日你我的冤屈就要昭示于众，让那欺负的老太君知道柯世昭的丑恶嘴脸。齐三少爷吩咐过，让我们神不知鬼不觉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让他无从招架。齐三少爷和少奶奶会在府内接应咱们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为我儿子伸冤。哎，我已备好马车，咱们还是小心些好。来。师太，师太，可怜我吧，给我2个铜板吧，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好饿。师太，给你，快走吧，我们还有急事。谢谢师太，谢谢师太，谢谢师太。就是他们，去把他们带进来。是，走。来，师太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走，我们办正事儿。走。奶奶，师太已经到咱们齐府大门口了，快快有请。是。
柯世昭看起来成竹在胸，有恃无恐。是啊，怎么看起来不太在乎的样子？事出反常必有妖。阿弥陀佛，敢问尼师法号？贫尼法号陆玄，路经贵宝地，得知齐老夫人慈悲为怀，一心向善，又受刘施主结缘牵线，特来拜会。善哉善哉，太好了！愿和师太深参佛法一二。师太，请。小巧，上茶。是。这是老太君珍藏多年的上等好茶，今日啊，特意拿出来招待贵客的。奶奶，那我跟冰燕也讨一口好茶喝，听听师太评这红尘中的禅意。小施主言语红尘，我们这些出家人呐，何尝不是了断凡尘才遁入空门的？老尼在出家之前，也曾有过一段血海深仇。什么血海深仇啊？师太，您请讲。当年我出家之前，曾有一子，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，以乞讨为生。虽过得艰辛，却也是母慈子孝。怎料有恶人哄骗我儿，好吃好喝的养着我们母子。那日我儿感风寒，在一家药铺抓药喝下，可怎知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，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，害我儿惨死。那恶人又利用我儿的死，诬陷那家药铺，说是抓错了药，害死了人命。一时间，我们家和那药铺商户都是家破人亡。可那恶人现在还逍遥法外，甚至他要置我于死地。怎么师太这往事听起来好耳熟啊？奶奶，你可还记得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叫做寂静堂的少年，向您状告的江州惨案？陆玄师傅，你刚才说害死你全家的那个恶人姓甚名谁，何方人士？师太，师太，
师太中毒了。是你沏的茶，你想害师太。三少奶奶冤枉啊！这茶是老太君的，方才也是在这儿沏的茶，大家喝了都没事，怎么只有她中毒了？谁知道你有什么招数？罢了罢了，若是不信的话，我喝了便是。瞧瞧，我也没中毒啊！天雷啊，这茶有没有毒，谁也说不准，或许是在别处中的。只是来到齐府，突然发作了而已。不对呀，外祖母，或许是我们生意上的死对头做的，想嫁祸给我们齐家，然后趁机抢夺我们的生意啊！有这种可能，生意场上尔虞我诈。哎呀，不提这个了，师太要紧，快请郎中，赶紧送师太回界上心院，快！老太君，我也去吧。去。如何？幸好有师父留给我的保命丹药，已经暂时压制住了师太体内的毒性，保住了性命。不过，师太的嗓子怕是已经被毒哑了。就差1天，这下可怎么办？师太说不出话，也不会写字，那满肚子的冤屈不就无法申诉了吗？敬堂兄弟，你们来齐府的路上是否遇到过什么蹊跷之事？没有啊，我们是坐马车来的，一路上都平安无事。你再仔细想想看呢。哦，对了，倒是有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当时师太正要上马车，突然有一个小乞丐跑了出来，一直抓着师太的手不放。师太，可怜我吧，给我2个铜板吧。我看他可怜，就给了他2块铜板。后来师太上了马车之后，一时觉得手臂奇痒，一直抓挠，手都抓红了。这毒竟然是小乞丐下的，难怪柯世昭有恃无恐，正当端坐。原来早就在师太来的路上下了毒，还可以在奶奶面前撇清嫌疑。是我们大意了，实在是太恶毒了，杀死了师太的儿子，现在又想毒害师太。为奸之计，就只能等着师父回来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解掉师太的毒。但若是柯世昭知道师太中毒未死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得想个办法骗过他才行。先生，就不能再试试吗？姑娘，师太都已经断气了，这即便是华佗在世，他也不能起死回生啊！我看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。先生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师太，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呀？哎呀，死了！来人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小姐，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了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师太，
师太七窍流血，死了。三少奶奶，三少爷这，还是找人赶紧抬下去吧，留在咱们府里多晦气啊！小巧，要不此事就交给你来做。啊不，三少爷，这种事我也没干过呀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老太君那边还要我伺候，我先退下了。太可怕了，太吓人了。小乔，如何了？确定断气了，这下你别放心了。你确定吗？我这双手亲自弹的，那老尼姑七窍流血，可吓人了，确实断气了。小乔，没事，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老太君，喝点茶吧。师太的后事如何了？回老太君，三少爷买了顶好的棺木，已经将师太送出去了，说是要在城外的庙里停棺3日，请高僧来做3天法事，之后就入土安葬了。老太君，您便放心吧。唉，话虽这么说，可师太毕竟是在我齐府身亡的，叫我怎么能够放宽心？小乔啊，你去忙吧。今天我要为师太念经祈福。是。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，当真是十分难缠呀。前几日，关师傅传来消息，他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江州的所有事情，全部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我。我们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的确是有些本事啊，差点将江州最大的赌场收入囊中了。可从没听说过咱们三少爷会赌啊。我看8成啊是那三少奶奶的鬼主意。哎呀，我早就提醒过你了，这三少奶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看似心直口快，其实呀一肚子弯弯绕绕，和那三少爷在那寄畅心院住着，整天也不知道在谋划什么呢。没想到啊，一个冲喜，竟然给齐天磊冲出一个帮手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剔除掉这个帮手。你想怎么做啊？你觉得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他们两个关系如何？那还用说吗？小夫妻俩蜜里调油似的，感情好得不得了。蜜里调油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够好到几时。这天下的夫妻，有几个能够一直你侬我侬的？你的意思是要离间他们？没错。可人家新婚燕尔，感情好着呢。我知道一人，若是此人来到齐府，定可成事。我们只需要推波助澜，在暗中秘密替他谋划，而我们便可坐收这渔翁之利了。是谁呀？
柯少爷，按您的吩咐，于府小姐请来了，快请。秀波妹妹，好久不见。柯公子，秀波妹妹客气了。还记得老太君把我带到齐府之时，你日日跟着天磊，随着天磊一起唤我表哥。怎么，这些年过去了，倒生分了不少。不如还是按照儿时的叫法，唤我一声柯表哥吧。柯表哥。这一晃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秀波妹妹已经出落的是个绝色美人了。我这次来苏州谈生意，路过于府，就想着秀波妹妹已经满了3年校期，应当是可以会客了，就特意来问了问。果然见到了秀波妹妹。时间过得可真快，一晃，祖母已经过世3年。如今这世上，就只剩下秀波，无依无靠一个人了。妹妹，来，快请坐。坐。妹妹不必伤怀，你这么伤怀，让我这个故人看着，都开始心疼了。秀波妹妹，虽然你的嫡亲祖母已经过世，可外祖母还在啊。我们老太君与你的祖母是世交，他们关系也甚是亲密。还记得那时候，你经常去我们齐府玩。这3年你守孝在家，老太君也吩咐过，把你经常居住的院落全部都要打扫干净，以备你守孝结束之后，可以来林州小住。只要妹妹愿意，住多久都可以。天磊哥哥已经娶了少奶奶了，那园子如今已经有了女主人了，又怎能容我一个孤女久住？妹妹这般贤淑有德，实在是令人钦佩呀，应当与绝世公子相配。可惜，我们天磊已然有妻子，若是不然，你们2人该是多么美好的天造地设的一对呀！可惜天磊哥哥寻找冲喜之人时，我正在为祖母守孝，无法为他冲喜，就此错过了。妹妹，这世间好男儿千千万，只要妹妹仔细寻找，必定会找到如意郎君的。柯少爷，我是秀波的奶娘，容我多一句嘴，这世上好儿郎千千万，可是在秀波心中，远不及齐3公子一人。奶娘，秀波妹妹，你竟然对天磊还有这般心思啊？柯表哥，不知那位3少奶奶是何人？这杜冰燕虽是扬州富商之女，但是论家世背景、身材相貌，都不及秀波妹妹你。我们天磊娶了这么一位女子，委实可惜了。这名女子脾气秉性，着实执拗，可惜了我们天磊身子孱弱，还要去迁就她。怎么，她待天磊哥哥不好吗？她当然不及你们2个青梅竹马情谊深厚啊。她从来不晓得天磊的脾气秉性，所以在照顾上面就总是多有疏漏。可怜我的天磊哥哥，若是秀波能像小时候那样，随时前往齐府，我愿永远守护着他。妹妹，你当真有如此心思？是秀波一时失言了，柯表哥不要介意。这也是女儿家的心思，无处诉说。罢了罢了，既然是秀波妹妹的心思，表哥听着也是心疼。不如，表哥就助你一臂之力，帮你把天磊哥哥抢回来。柯表哥，你不要乱说，秀波不懂你的意思。妹妹七窍玲珑心，自然懂我的意思。既然妹妹有此等心思，那表哥就让你们这对青梅竹马
再续前缘。秀波不图别的，只求能像小时候那样，日日都能见到天磊哥哥，守在他身边，秀波就心满意足了。好，柯表哥一定会让老太君把你带到灵州的。这投壶啊，讲究一个耳聪目明、胆大心细。奶奶，看来你这簪金丝桃花团扇是保不住喽。哼，那未必。行了行了，你这都还没有赢呢，就开始说大话了，赶紧投吧。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同分。三少爷7筹，老太君5筹，相剩1寸。别得意，这一局我替奶奶赢。好，冰燕替我投。娘子请。双筹，双中，算4筹，相近，老太君胜。看见没有？这叫力挽狂澜。这小小娘子竟能双中，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，这赢不过也输不起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冰燕结盟那是结对了。她呀是我的小福星，身上还有几分英气，我喜欢。快把那团扇筹给三少奶奶。多谢奶奶。你应得的，小子没你的份儿了。红妆披下佳期，放眼晴空万里，好像是挺漂亮的。高手势力满城，共聚欢喜，相遇曲折离奇，就算跨越千里，共度风雨。哎呦，好像是比某人的扇子好看。阴差阳错相遇，定下姻缘不易。人海中不高兴了？输不起，输不起。怎么还不高兴了呢？输了就输了嘛。